道可道，非常道。欢迎来到第3期 ETH Talk 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以太坊爱好者 Fat Bro。ETH Talk 呢，是我们一起探索以太坊世界空间。我们会从技术创新、生态发展到应用落地，为你带来最前沿的洞察和思考。无论你是开发者、投资者，还是对区块链充满未来、充满好奇的探索者，希望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灵感和共鸣。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想去探讨一期以太坊和 AI 的这么一个结合。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请来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对吧？我们在4个月前就录制了一期 ETH 道的节目，那个时候以太坊才一千多美元，已经跌到了。那我们当时提出过一个话题，就是以太坊是不是给人用的？是不是应该给 AI 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叫 DAI 的组织，也成立了很多的，也有 ERC8004去讨论。我们也看到了谷歌在这个生态里面提出了 A2P、A2A 的这样的协议，我感觉 AI 和区块链的这种融合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每个开发者的视角。所以我们今天想在2049的会场边上抽一点点时间，请来了几位嘉宾来探讨这个问题。坐在我身边呢是 Vitrus 的 co-founder，叫 Vicky。我们从 Vicky 开始向大家做一些自我介绍。Hello，大家好，我是 Vicky Virtuous 的核心贡献者。对，那我们坐在我远处的是 SNZ 的 Community Partner Leo 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SNZ 的 Leo，也是 ETH 的一个贡献者，然后一卫兵。因为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会问一些新的嘉宾，你是怎么样跟以太坊结缘的？所以潘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就不问了。那我们先问问 Vicky，你是怎么样第一次遇到以太坊？我是2016年在那个 Reddit 上读到以太坊的一些白皮书买的，当时应该以太坊大概10块钱左右吧。10美元。对对对10美元。对，但是呢，之后就毕业然后去上班，所以我就放着没动。然后可是我放在 Bitfinex 然后就被 hack 了。对，之后还可以拿回70%，所以还不错。那是以前对。OK，对，拿回来的是那个叫 Leo 那个币吗？不是，就拿回以太坊。拿回以太坊，对，那还是不错。对。那 Leo 呢？我应该是17年开始加入这个行业，然后当时其实最火的是 ICO， 还是因为 ICO 接触到了以太坊，当时 ICO 大家都会用以太坊，然后呢，经过这么多年，我最后发现以太坊是一个特别值得长期去在上面做事情的一个生态，不管是社区的人，他的理念，我觉得都非常棒，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在以太坊上就待下去。对，好呀，那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话题那其实前不久就真的有一个事件非常让我感触，就是以太坊基金会居然成立了一个组织，对吧？虽然名字取得很奇怪，对吧？和我们一个 MakerDAO 的稳定币一样，叫 DAI。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可能是以太坊基金会历史上第一次为了某一件应用层的事情去专门成立一个生态系统的部门我们历史上发行资产 ERC20那个时候 ICO 我们没有这个生态部门，对吧？我们 DeFi Summer 也是来源于社区，我们也没有这个生态部门。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愿意为这个应用场景的推动去形成一个生态部门？我真的很想听听潘老师前几天写了一个推特，很长的推特，对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理解的。我们想问问潘老师，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有这么紧迫吗？或者是面临了什么样的考验和竞争呢？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和以太坊现在今年年初开始公开的那个组织的重新架构这件事还是有关的。包括其实去年也讨论在 DevCon 上也讨论到一些关于目前以太坊的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问题，大家长期以来都会认为这个以太坊组织这个是不是长期应该这样，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执行者，对吧？它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一些调整？所以说今年年初我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包括重新换了这个
管理层，对吧？特别是从原来的一位管理层变成了两位一起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然后的话，自上而下，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以太坊对于自己的这个，无论是叙事层面，还是执行层面，还是这个定位层面，都在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 DAI 的这个团队其实也是今年8月才公开的，但是其实这件事肯定也是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对吧？肯定讨论啊，包括要去找合适的人啊，其实也要花很久的时间的。所以太坊在这个整个架构之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在不断的拥抱和这个未来的更大的叙事有关的这些应用做更多的结合和执行。虽然啊，就 AI 这件事情呢更偏向于执行层，但以太坊在这件事情呢实践上面啊，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向于标准化层面在推进这件事情，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他们要做个什么 AI 的东西，而是说以太坊如何去捕获未来的 AI agent 相关的这些事情的一个价值，如何捕获这些价值。所以 DA 团队的定位呢，更像是一个让利用以太坊去捕获 AI agent 的经济价值这么一个定位来才做的这个。后面我们可能要展开聊一聊的 ERC-8004相关的一些这个讨论，以及未来我们很可能能看到8004的最终 finalize， 我们能看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目前还是在一个草案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还在社区里非常激烈的讨论。其实社区也非常喜欢这个提案，就是目前在以太坊论坛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8004的这个讨论应该是今年为止讨论最剧烈的一个帖子，说明这个无论是以太坊基金会本身，还是这个社区本身，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件事，至少还是在热烈参与这个，给提供自己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以太坊在 all in 这个 OK，我看到这个团队的使命是使以太坊成为 AI agent 和机器经济首选的结算和协调层。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在以太坊基金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那么其实我知道 Leo 他其实在干一个事儿，我平时叫他以太坊架构小侦探，对吧？江湖百晓生，他其实对以太坊基金会的架构的变革非常的了解，他还专门做了一张什么脑图啊，现在这个部门干什么的，所以从你的角度观察过去1年时间以太坊基金会的改革是怎么样的，我想听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改革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 DAI 的这样一个部门。首先我觉得，作为 eStyle 的贡献者，eStyle 主要做2件事儿，一个是这个传播以太坊的文化和价值观，另一个呢就把更多年轻人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呢在做不同的领域。那现在经过这一次架构改革之后呢，我其实在过去半年跟非常多的部门有过协作。我们作为社区的一员，跟基金会去连接，让他们更了解到更多的这个社区，他们在推进各种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connect 到不同的社区，让大家都加入进来。所以这个在过去半年，我接触到了像企业团队，专注于让企业去采用以太坊。比如说社区团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建立一个以太坊 hub，还有其他的，包括 DAI，包括隐私或者是学术，他们都需要社区加入一起进来。所以呢，我们跟不同的团队有了一些接触，包括我们做深圳也把其中2、3个团队带到了深圳，让他来到大陆去看。那我整体的感觉呢，就是它的变革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太坊基金会更多的是能够充当2个角色，第一个是呢，它会是一个生态的旗手它提出一些新的方向，或者去带着社区跟社区去讨论，去做一些新的方向做探索。第二呢，它是一个 coordinator，它可以协调不同的生态资源，因为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这个好的这些资源或开发者都会某种程度上的汇聚到以太坊的这个大的这个 hub 里面去。那它会这些有了这些不同的 team， 在不同direction 上的这些 team 呢，可以去帮助社区更高效的让这些信息流转，让这些好的这个团队能够合作，然后呢再把它 publish 出来也好，或者就是在推广到社区，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加速社区、连接社区的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他们的团队虽然有一些团队是刚成立，有一些是有一定的基础，我整体感觉他们非常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而且我觉得有在某些领域已经可以看到跟往年
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像这次通2049，关于企业的以太坊基金会的负责企业端的人，跟很多大的企业进行采访，进行发声，去演讲，那大家会看到啊，以太坊在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很多的进展，那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什么机会，我可以跟谁去聊。那我觉得包括像DAI 团队也是很多的 AI 团队也都可以在这个机制下，或者在以太坊的这个新的架构下去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社区协调的方式啊，让这个事情更加高效。这是我的过去半年的一个看法吧。看起来就是跟4个月前真的是很不一样，欣欣向荣。我想问一下 Vicky， 你作为项目方的视角，并且你们是一个以太坊生态的一个 AI agent 的项目，你有感受到基金会的支持，或者说他们提出这样的 proposal，或者专门的团队部门，你作为项目方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这在可能2021年的时候是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对，你想我们一个项目方，其实我们也得到了以太坊至少2、3次的转推。从一个简单的 marketing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不能够想象。当然从推出这个部门，其实我对以太坊的架构不是很熟悉，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理智的举动，因为他们需要生存。这必须的。从你角度肯定看到了一些竞争，对吧？你们也有部署Solana过。对，所以对 Base， 当然 Base 也是我们以太坊生态。对，我相信有很多链都想让你们去，你们是最好的 AI 的这个一个项目之一。就说白了，你说我有铜臭味还是什么？但说白了，我们就是想是一个生意人，对吧？对，我对以太坊是有忠诚，但是说我们还是想生存下去，所以就在于不停的去探讨不同的生态。但虽然非常的开心，就以太坊基金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那我们就是讲点非常实在的，对吧？你觉得以太坊还有什么不足？对你来说，然后你希望他能怎么样做得更好？对，我觉得他们的战略非常明确嘛，就是说你但凡是这种散户做任何类似赌场性行为的团队，他们都不想支持。可能他就把你说你去别的 L2 去做什么，但是他们想要去提供一个stability 去给 B to B 端的那种用户，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明白，所以说 OK， 所以我们很多的所有的应用，其实他们也没有说想要我们在 L1 上面放，对，所以我觉得，那你会觉得 L1 太贵吗？还是太贵吗？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觉得一个 swap 2U，对吧？2U 买一个币，2U 算什么？你在 Solana 上你被夹，你给那所有的不同的那种什么电报的那种 bot 什么的，你都远远超过2U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gas fee 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是从理念上来说，我觉得你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想要两边不讨好。如果你一旦变成一个 meme 的赌场，那你去到 B 端的时候，你的形象就爆了。对，所以我认可这样的一个战略行为。对，但他应该不是明面上不支持，而只是说比较消极的对待于这样赌场行为，是不是？他没有 support。他只是不 support 的。对他们就是不 support，当然他们不能，对，就是他是 permissionless 嘛，对。理解。那他就是我也看到他们在跟你们做这个推克收，那他们是希望说有真实场景、更好的开发者，我觉得这块他应该是会很支持。是的，那是肯定。对，我觉得价值观仍然是以太坊很重要的一个跟别的链不同的一个，或者不管基金会和社区。对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发散，当然很发散。那其实 Solana 更像是一个公司模式去推动所有的事情。那以太坊进行了这次改革之后呢，拆分成了事业部，对吧？其实是事业部，但是他想撬动社区的资源，更多的 leverage 到这个事业部的事情里面。你对 AI 感兴趣，你就去 AI 的这个小组，对吧？隐私感兴趣就去隐私 ，CK 感兴趣就去 CK。那我从我们的角度，潘老师的角度，你看这个公司和这种会形成怎样的竞争关系？就至少我从社区参与度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样其实的确是能比较好的利用到社区更大的这个规模，去更好的深化讨论。我们就拿8004这个提案为例好了，
就8004这个团队，它其实包括了谷歌的工程师，包括了 MetaMask 的团队，还有 DAI 自己的团队，甚至 EF 其他团队，可能组成了5、6个人这样的一个核心组。但是参与这讨论以及这个8004标准的人，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其实这个讨论的帖子可能就已经70、80条了，已经不止了。那里面10几个人已经在参与了这件事情了。那外围的这个生态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团队来推动的，包括怎么和这个一些机构来提供这个8004的一些 SDK 和一些 implementation，对吧？实现这些，以及实现了之后呢，怎么能推广给更多的应用开发者？这很可能也是需要一些社区的力量，以及辅助在 DAI 团队自己的这个商业行为上，才能把这个事更好的推行好的。对，所以我观察下来，8004现在这样子。我感觉有更多的人参与啊。如果说这是一个协议层的东西，让它形成一个共识和网络效应的时间可能更短。我当然非常的就是对以太坊4个月前或者去年的状态比较担心，对吧？因为我想做一件事，我都不知道找谁 support。但今天我们一看就非常清晰啊，AI David 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差不多，我们觉得以太坊在变好，对，那是肯定。那我们回到 WeChoose，我看过你一个采访，我看到你提出了一个叫 Agent Society 的一个愿景，就是代理社会并且把 AI Agent 视为就是可以自动产生持续现金流的资产。对，这种，并且把它代币化了，对吧？你觉得这样的这种 crypto asset AI agent 这样的组合会怎么样重塑整个 AI agent 的或者人类访问应用的方式，或者说 Web3的投资模式，人类的生产力会变得怎么样？在你的这个事业版图里面有什么样的伟大的愿景？对，其实没有这么的伟大是什么？对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说，agent，长时间之后肯定就会逐渐取代人类在各种的行为，就是说整个经济体里面，今天100%是人类，以后只会越来越多是 agent，但是不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去中心化这个我有很强烈的自己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其实早在我们 Virtual 做代币化之前呢，也有很多去中心化 AI 的协议，但他们主要是去做什么？你的数据去中心化，或者是有 TAE 还是什么等等。但我个人感觉，其实是违背人类的一个 incentive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肚子都饿了，我口袋里没钱，你还要去管去中心化？好的行为一定要被激励嘛？对你这不 make sense， 对吧？除非你是去坑 VC 的钱去做这个东西，那可以。但从一个 incentive 的角度来看，不合逻辑。所以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相信这些 agent 以后会有很强的经济能力，那应该把它代币化。然后我相信他会买你的代币，那其实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行为，而且你把我们两家之间的 incentive 都align 起来。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WeChoose 上面有一些哪些已经产生很大价值的 AI agent？我知道一个叫 XBT AI XBT，还知道 Game， 对。然后关于比如说 AI agent 之间的支付，比如说我想要那个的结果，你们在架构上或者 roadmap 上有什么样的规划？对，我坦白说，就是说，其实过去1年来，主要是我觉得 AI 的技术感觉上来到一点点的瓶颈，所以说很多其实我们 AI agent 团队里面呢，他们做的东西也在一个潜伏期，说白了，有 AIXBT，有 Game，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但还没有来到爆发性的成长。关于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 AI，你们对于 AI 之间的互相的 payment 会有什么样的协作？我觉得那个是无可避免的趋势，也是 agent 里面未来最性感的一个趋势，也是最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大公司，什么 Google、ChatGPT、Stripe 都在朝向这个方向。但问题是，大家都处于一个白皮书阶段，然后我们就要去看到底谁可以把它做出来。对。
你们会认真去使用那个8004这样的？你们有深入的参与到8004？是，可能这个我可以快速的讲一下吧。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今天你看在市场上，可能90%的 AI crypto agent 都是在 Virtuous。这不是在以太坊，就是你包括 Solana 所有生态都是在 agent，就90%以上都在 Virtuous。然后其实这个8004这个东西呢，我们已经做1年了。就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不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有点是类似的，你每个 agent 是一个供应商，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阿里巴巴嘛，说白了，然后所以我们已经做了1年，所以以太坊推出这个的时候，他们来找我们说，哎，你们要一起合作。我其实那个自私的心态在想，哎，为什么不用我？我 agent 这所有的 agent 都是我的，那为什么我要用你的是吧？但有时候反过来想着说，哎，其实我们一起合作可以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其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点是说，每一个 agent 说白了是一个供应商，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资料，对吧？我知道你卖过多少东西，你的声誉是什么，等等等等。但其实那个 algorithm 去搜寻哪一个供应商是最好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过去1年我们已经碰过了很多的坑，所以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正在和以太坊一起分享。然后希望把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以后就不会再有 Virtuous 自己的一个对，我们要公开使用。对，那你觉得？我觉得未来的世界肯定还是多链存在的。对，Solana 有它的擅长的地方，会有它的目标用户客群。那么其实很多 Solana 的 AI agent 也很好，以太坊的也很好。那未来的社会又是一个多链的社会，那以太坊的8004，未来如果 Solana 也会有一个标准，你觉得，这2个 AI 技术，我觉得我们的区块链世界应该包容他们，也能够互相调用，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以太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定位是我是一个 public good，对吧？我做这个东西，即使你不付我钱，你应该去用，对吧？所以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们不 care 这一块，对吧？但是逐渐的，我觉得有一些社区就开始感到焦虑，说，哎，这对我的那个仓位有一点影响，那块已经是超过我的层面了，那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OK，那我们就跳到 Google 的 A2A 了，对吧？也许 A2A 我大概看到了，就是它有很多的 partner 去解决这件，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又有去中心化的，又有中心化的，又有一些支付巨头，对吧？当然有一些互联网巨头可能有些竞争关系没有在里面，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东西。那潘老师对 A2A 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吗？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比如说 Solana 的 AI agent 和以太坊的通信，是不是天然要有更高维度的一个开源的协议去解决他们的口令内容？协调层。对，就是 A2A 包括8004，也可以大概讲一下背景信息啊，因为刚刚Mickey也说了很多了。就是 A2A 的诞生的背景呢，我觉得也是这2年 AI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突飞猛进，导致了呢这个大家也想用 AI 把它变成一个 agent， 把它变成一个智能体，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安排一些工作，具体的工作来执行一个任务。但是呢，当每个人的工作，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工作流呢可能会涉及到多个任务，那他就需要多个 agent 协作起来，帮一个人来完成一个具体的任务。那每个 agent 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其实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实现，比如说你用 OpenAI 的模型，你用这个 Cloud 的模型，或者用 Gemini 的模型，其实大家的这个首先模型调用的逻辑就不一样，调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结果也可能有各有千秋，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成的 agent 肯定也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如何抹平这些差异，让一个人呢可以去利用不同的与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优势？就比如说，如果 OpenAI 的模型可能在金融层面能力更强，对吧 ？Cloud 的模型呢可能在编程能力上更强。那用户的一个任务很可能会涉及到这2个部分。那我们怎么能把这2个部分串在一起呢？那我们就需要一个 agent to agent 的一个标准，能把多个模型都能通过串起来的方式，大家用同一套语言来描述一个事情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谷歌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叫 A2A 的这个 protocol，agent to agent protocol。然后2个月之后呢 ，Google 呢就把这套这个 protocol 标准呢捐赠给了 Linux 基金会。那 Linux 基金会呢，作为一个
这个最大的可以说最大的开源软件基金会之一，对吧？那它管理的最大的开源的操作系统，对吧？然后呢，又有大量的这种开源项目在维护，所以 Linux 基金会呢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那它就有能力去调动不同的公司和厂商，大家能为一个共同利益而出发，而不是仅为了 Google 的利益，对吧？那 Google 推自己 A2A 的最初的目的肯定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结果来导向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我把它捐赠给 Linux 基金会的话，这个是就能更好的推广出来了。所以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Linux 基金会收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Google 呢就相当于是通过开源和中立的方式在推进这套标准。但这套标准呢，它其实只涉及到了这个我这个 agent 能描述我是谁，我做什么事情，对吧？然后的话呢，你能哪里找到我，差不多这样的一件事情能描述了这个 agent。但是呢，涉及到开放网络上面的一些关于 agent，你是不是可信？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你做的结果是不是可信？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 A2A 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8104呢，它提出了新增了3个注册表，就相当于3个智能合约放在以太坊上。第一个注册表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对吧？第二个注册表解决这个你的声誉怎么样，你之前做的好不好？刚刚 Vicky 也提到，对吧？就是这么多 agent，我为什么选你，对吧？那我们是需不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参考标准和客观的评价来告诉我这个 agent 好不好？那第3点就是这个人做的结果可不可验证，对吧？这个之前这个 A2A 中也没有，所以8104其实相当于也把这3件事情呢作为一个扩展放在了这个 A2A 标准之上。那这3件事情呢，我认为天然的未来还有可能是可以做一些经济激励层面的东西，因为 reputation 这个事情和 verify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有可能能有经济激励在里面的。所以以太坊基金会提出这3个点，我认为也是为了未来的这种商业化和自己的链上的整体的这个来考虑的。那至于说 Solana 能不能用，但至少从标准层面，Solana 也可以部署一个自己的这3个合约在 Solana 链上，它其实也是能做的。然后它也可以把所有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是参数啊，完全参考以太坊，也可以引入一个 Oracle 就跨链了。对，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是不是有动机这么做？我觉得还是Solana可以先再观望一下，因为毕竟8104也没有最终决定，对吧？它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还没有敲定，以及这个生态到底怎么科普普及到最终的应用开发者，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做这种标准和 protocol 层面的东西来说，它的普及速度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快的，很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完善和最终的推广。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8004提出了3个核心的这个标准，就是第一希望解决3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是谁，我的声誉怎么样，然后呢我做的事儿可不可以验证？那具体每一个场景其实细化下来都有不同的这个要做的东西，比如我是谁，有些可能是用这个东西去证明另外一个东西证明呢。可验证我做的事，有些场景是可以用 ZK 证明，有些呢又不行，有些需要引入一些 Oracle 或者之类的，是不是这一层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一些 demo 也好，一些进展也好，更多的是在上面我们大家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标准，然后或者是甚至可能是一个接口，那剩下的一些具体的怎么做这件事儿，可能是不是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对，就是我认为8104是一个抽象程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大家在这个讨论的时候里面，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点和争议点啊，就是如何把链上数据做得更最小化，把它存到链上。因为毕竟链上是有成本的，它有这个对吧状态的成本是未来还可能不断的增加的，所以说存多少数据这件事情呢，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争议点。然后的话呢，至于针对于这个它的 reputation 如何，以及我的验证方式如何，大家其实就是在讨论这些高度抽象的方式。然后的话，大家也认为未来可能会加入一些新的验证方式，无论是 ZK 啊、T1啊或者 MPC 啊，新的密码学方式都可能会是成为验证中的其中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可以未来再增加，但是至少框架存在了，我们知道验证的这个大的接口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来验证。然后对于 reputation 也是，他们并没有规定谁来提供 reputation， 只是说我可以从外部去拿这个 reputation 的结果。然后的话，我们到底是加权平均，还是我只参照一家特别有权威的，都是可以最终在应用层来去挑选的。对。那我觉得整个这个还是长期有很多工作也要做，而且不光是
在链上有很多的新的技术也要引进，需要期待更新的，比如说端到端的一些这个计算呀，或者甚至 MPC 啊，或者 ZK，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的可能是在这块，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我觉得可以是。链上存的只是非常小，必须要存的那部分的一些头相关的一些或者一些哈希相关的东西，具体的执行还是放在链下。那这块 Wiki 你这边团队会有一些，其实 Wiki 他们天然在做一些具体的一些，所以想听，对，其实我们早在可能今年1月吧，就已经推出了我们这个叫 Agent Commerce Protocol 的一个理念。但我其实觉得，目前市场上主要分成2块，一块是 A to A，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Agent Registry，每个 Agent 之间的声誉，然后他们该怎么去交流，说白了就是一个语言上的框架。另外一块呢是付钱，就譬如说 Coinbase 就是 X4，我们怎么付钱？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像我们其实想做的是把他们都放在一起。为什么放在一起呢？我觉得也是区块链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当我发你一个信息的时候，那个钱就直接转，那才是真正酷的一个地方。我不能拒绝。就你直接把整个逻辑放在我的信息里面，然后这个逻辑对上了，钱就自动去转。比较起，如果你用了 Google A to A， 我们聊天聊，我们谈好了，要怎么付钱 ？OK， 我们用 Coinbase X0，或者是我们用什么，就没有这么酷，而也没有这么的有效率。对，主要是做这一块。然后，我觉得我们想要非常专注的一点是在于如何去运用天然优势，就是说 ，Agent 天然有自己的钱包，天然有自己的声誉在链上面，然后去进行交互。对，而且现在稳定币大大发展，是跨国的、跨境的、跨地域的这些 agent 都可以一起用一个稳定币去解决。对，特别是支付这一块，就是其实，无论是 A2A 还是8004，其实大家都提到，就支付其实在他们眼中是独立的一块，所以说他们也会把支付这一块的最终的执行上可能会依赖于 X402相关的这些标准来实现这个payment的支付，当然也能把这部分的经济价值承载在以太坊上，对吧？达到以太坊想要的这个结果。稍微给我们观众展开一下 X402吧。对 X402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 X402最早应该是在1990年代左右，在这个 HTTP 的标准1.1的版本时候就已经预留了402这么一个这个 status code 对状态码。状态码其实我们常见的就是404，对吧？就是网页无法获得这个状态码。当时其实在这个1.1的标准草案里面就已经加上了402这个标准，说是为了未来的关于支付的行为留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直到可能接近30年之后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在使用402，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code， 没有人真正在使用。直到其实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Coinbase 他们想要尝试一个402相关的一个支付的标准，他们就把这个402给拿回来了。包括最近的 Cloudflare 也在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把402这个标准拿回来。他们认为是可以通过这个之前已经预留的这个402作为发起交易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沟通的过程，不是最终的执行最终可能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只是说用402我们可以 request 对，我们先发起这样一个请求，之后我们再用别的方式来执行最终的这个请求，因为402是起在相对底层的一个位置的。其实很像更底层的Swift 更多的是先把报文的这 payment 之前的这些信息大家把它搞清楚，所以它会更底层。因为昨天我听到了，我忘了谁跟我说的一个，就是 Tether 的 CEO 讲了一句话，说，稳定币是最大的 social network。我觉得是非常有精髓的一句话，就是大家 payment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围绕这个 payment 我用了稳定币我们在用同一个钱包，同一个网络，其实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交网络。这个我觉得，Monday 是世界上最具备网络效应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元，怪不得美元那么强。对，那我其实关于8004，我倒是想举一个例子给观众们解释一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协议听起来很抽象嘛。那
打个比方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项目方，他做完这个智能合约想去审计，对吧？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agent 呢，他说我具备了一个中级审计员的能力啊，那他就在这个以太坊的那个合约里面注册了 register 了一个 agent ID 啊 identity registry，然后他注册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服务开放给这个开发者，开发者把代码传给他，那它是一个 T1 的环境，在这个例子里，它可以是一个 T1 的环境。那这个它的验证的这个模型或者代码是提前公布并被部署之后不能篡改的。那么 T1 有一个能力呢，它会生成一个证明 verifiable，告诉你我对这份代码执行了哪些步骤，并且我能给出一个哈希。也许最终这个哈希就是存到以太坊，刚才潘老师说的最小化上链的这么一个单位，能够告诉这个链我执行完了，我做完了这个任务，我做完了谁的这个任务，并且我把这个结果执行的步骤的这个哈希传上去，然后我作为我的这个项目方啊，我就可以去评价，一我可以评价，二实际上社区也可以评价，比如说我的一个 DeFi 协议，我通过了它的这个审计之后，后来被盗了，那这个也是一种 social 的评价，我觉得也许我们也能够把这些的 feedback 融入到这个协议里。这个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是可以在这个协议之上这一层来实现的。就比如说，可以引入一些乐观机制啊，比如说，任何人都可以，因为你说挑战可以挑战，然后挑战之后，你只要验证出来他做的不对，那我们可以引入更多人来挑战，然后取得平均值。其实理论上，它这个协议之上是能做这件事情的，只是它不一定在8004这一层来做。这个蛮有意思的。对，人跟机器可以去合作，对，跟代码去合作，可以去竞争，对，可以去指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阶段。可能到后面完全依赖 AI，这是大家可能畅想的，但是在现在人更多的是跟这个 agent 去协作。我要补充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人与这个终极审计员 agent 之间的一个交流，人对 agent，但其实更有想象空间是 agent 对 agent。其实代码也是 agent 写的，就不是，就譬如说我是一个，我有我的代码，我要这个终极审计员去帮我看，但是终极审计员他只会 EVM 的代码，比如说他说，这个 Rust 不会看，他就可以去找8004里面其他会看 Solana 代码的 agent，然后与此同时也 agent 从他自己的钱包转钱给那个 Solana 的 agent 去付钱，他外包了，因为这是现实社会也是一样的嘛，你不能期待一个公司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做，这才是最 efficient 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 agent to agent 这一块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对啊，就是我们人是这样的嘛，你叫我办件事，我这个钱我还是要赚的，对吧？对，我自己搞不定，我找个朋友来帮忙分摊一点嘛。哪个朋友靠谱，那就 reputation 嘛，是吧？这个行为做的好不好就是验证嘛，是吧？我觉得是跟人类的这个是非常高度一致的。这个行为其实增加了这个整个市场价格的标准化的，会磨平这些可能存在的这个价差的。是的。然后得到的结果质量都会更好。对，质量和价格是匹配的，不然我就不懂当装懂了嘛，对吧？我不懂 Rust 的，我这个 EVM 审计。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很开心能够谈论到这么深。我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想问每一个人，如果以太坊在这次 AI 的竞争当中失败了，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从6开始吧。首先我觉得以太坊一定不会失败。这一卫兵就是，假如哪天是一不小心是吧，出了点岔子，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计算能力上，没有给这个 AI 提供真正就是在框架上提供那么好的这个计算能力，基础设施没有跟上 AI 的这个发展，因为 AI 是非常重算力的一个，当然可能不是所有东西都在链上，但是 AI 需要那么多的算力，它的活动越多，它需要的结算也好，需要的这些东西，当然一定是会更便宜。那也需要更便宜的这个，如果对比别的计算平台，
差异太大，没法 onboard 到 L1 也好，L2 也好，都不能满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失败。但是最核心是，我觉得以太坊会成功，我们相信。看老师，对，我觉得就以太坊毕竟是承载经济价值和传输经济的，所以说我觉得失败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了。但是我的确能想到一种场景啊，就是因为 AI 的发展的速度，其实虽然我们能看到有所下降啊，通过一些推理模型，大家强行把 AI 的智商还是在线性的往上提升，对吧？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能让 AI 的这个技术能力或者它的这个智商提升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或者远超开源模型的想象，或者说它的能力会不会局限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手上？就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啊，我会觉得以太坊和整个人类社会都会有挺大的风险和危机的。对，但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EVM 成功了，是不是以太坊的成功？对，也算。也是，见仁见智。Vicky 这么想？我觉得短期的失败可能更取决于 BD 的能力。譬如说，如果 DeepSeek、阿里巴巴、OpenAI、Gemini 所有人都用 Solana，那你可能我觉得你必须客观的说以太坊失败。但是那可能是一个2年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在长远的去看的时候呢，有时候 BD 其实是一个双刃刀。我觉得就 BD 能力很强，就是证明你很专注的去做一个东西。但那个大方向可能是错的。比较起，我觉得以太坊常常就是专注于更基础的一些基建的话，其实你的韧性会更强。就是说，如果你展望10年、20年，任何最有趣的东西，其实更有可能会出现在以太坊。对吧？那我也分享一下。我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就是一个 Amazon 电子书的故事，Kindle 的故事，就是其实每个人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想法，保护自己数据的想法，我的书签不想分享给别人，但是往往来说，中心化提供的服务是很方便的，体验好，然后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放弃去中心化。今天我们看到的稳定币大规模的落地，其实稳定币的发行商他其实并不在乎去中心化程度，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希望他的稳定币 distribute 到更多的人，他不会拒绝Solana，不会拒绝创，不会拒绝任何一条有用户的链。所以我觉得也许不能光有理想，像 Vicky 所说的，对吧？也要干一些脏活累活，去 active 的和这个业态已经很大的这些 AI 的 provider 合作。对，这是我有一些担心。总体来说，你们俩说的其实是网络效应嘛，对吧？就如果说这个 AI 已经被 DeepSeek 这些都已经在 Solana 上了，就网络效应大家都在 Solana 上了，那以太坊的确不太可能有机会。对，但我觉得以太坊现在成立了 DAI，也有像 Virtual 这样领先的团队在上面做，然后我觉得是有一定先发优势，或者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以太坊的社区仍然是最好的社区，对，每个人只要他是 permissionless，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机制让大家都能协调，能够加入进来，我觉得在每个公司都有以太坊的，都有一位兵，Google 也有，阿里巴巴也会有，我们都会共同努力。这个还是以太坊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但一个公司的 BD 能力，我觉得短期可能比较强，但是整个社区如果我们真的调动起来，那一定是好。以太坊有几亿个员工嘛，就是他们现在也但是他们也有 BD 的嘛。有，对他们成立对，如果我是 DeepSeek 的负责人，我说你 Solana 和以太坊 BD 都来找我，那肯定选以太坊。对，你证明自己这么多年了嘛，对吧？对。有时候不是他们拒绝以太坊，有时候说真的Solana的人很热情，太多了，扎实。对，好吧，无法拒绝。我们那个想到的话题聊的差不多了，然后你们可以互相问啊，就是有什么还想互相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我觉得我在应该是上半年的时候去了一趟 Virtuous 办公室，我觉得聊了2个小时，我们聊了2个小时，我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你给了我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思考。然后呢，我在想，就是经过了这半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 insight 也好，或者是说一些经历，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因为很多也是这个以太坊的初创团队，他们也想因为你当时给我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用，非常务实。这个如果你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最深刻的体验是，如果对大家不是很了解 Virtuals，其实我们除了做这个 ACPA AI to Agent to Agent 之间的协议之外，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发射平台，就是你可以发币的一个平台。但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初衷，就是说我回想起当时为什么我发币，那我也想起，其实当时我就想融资。对，但是之后呢，我开始去说一些比较好听的故事，说什么去中心化什么的。但你想你作为不同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创业者来说，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资金去做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点是在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平台，让这些好的创业者可以得到不只是金钱，而且是得到一些社区的支持。然后对，就不要忘初衷嘛。就很多时候你口袋有钱了之后，你就开始说故事，然后你忘了，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需求。对，不忘初心啊！去会内就是来搞钱的。对，当然，理想也很重要。对吧？没有像 Vitalik 这样的人，对，中本聪这样的人，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么一个东西。还有吗？好，那我们那个录一段结尾啊。好，那我们话题就聊了这么多啊。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访谈形式和我们这个频道感兴趣，欢迎订阅ETH Talk。今天呢也特别感谢 OGBC 对场地的支持。好，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听歪了，是不是没录啊？电没了吗？我看一下，不是，应该是录的。这个还有一个背的，不信号。